我为公司员工提供了月租8万的豪华公寓，怎料他们却在公司群疯狂抨击我。副总，游泳池的水不是恒温的，游起来不舒服。我们要求换成市中心独栋别墅，否则就集体跳槽去对家公司。看着这些话，我气得直接在群里发了一条通知。鉴于大家对宿舍条件不满，公司决定改为每人每月发放2000元的住房补贴。然而半年后，城中村房东竟然直接给我送来了景气。公司群里的消息弹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和天启资本投资人开会，手机不停的震动，我只能对着投资人抱歉的笑了笑。投资人看着我，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玩味。副总，看起来你的家人们有急事找你啊。这是我在业内打造的人设，起点科技是一个大家庭，我视员工为家人。抱歉，我先看一下消息，您稍等一下。打开手机，我就看到了公司群里消息，策划部的主管秦守发了一张图片，是公寓的泳池。水太凉，这福利有点鸡肋啊，副总。下面紧跟着10几条言论，都是核心员工发的。对啊，副总，健身房的跑步机也不是最新款，跑起来感觉要散架了。瑜伽室能不能加点香薰啊？一点氛围都没有。说实话，8万1个月，有点名不副实了。秦守看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终于图穷匕现。副总，我们代表核心团队提个建议，为了体现公司对人才的重视，也为了大家通勤方便，建议把宿舍换成市中心的独栋别墅。说完，他还发出了一张别墅区的宣传图，下面立刻有一堆人开始附和。这才是头部游戏公司该有的盘面。格局打开呀，副总。我看着这些熟悉的头像，只觉得寒心。就在这时，秦守的私聊弹窗跳了出来。副总，对家雷霆科技的李总已经联系我了，别墅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您看着办吧。我看着这条消息，突然就笑了。随后，我直接在公司群里发了通知。鉴于大家对宿舍条件不满，经公司研究决定，即刻取消宿舍福利，下月起改为每人每月发放2000元住房补贴。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看见这条消息，整个群里瞬间一片寂静。我没有更多的解释，直接在群里吩咐人事通知物业，1小时后断水断电，3天内清空所有个人物品，按合同，违约金我个人承担。下一秒，秦守的电话打了过来，我直接挂断，反手拉进了黑名单。做完这一切，我将手机屏幕朝下，重新放回桌面，然后我抬起头，对着投资人露出了一个标准的微笑。问题解决了，我们继续谈刚才的对赌协议吧。投资人看着我，眼里的玩味已经变成了审视和欣赏。第二天我到公司时，天刚蒙蒙亮，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我为自己煮了一杯咖啡，坐在了办公室。9点整，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秦守带着20多个核心员工直接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副总，开个玩笑而已，至于吗？马上把通知收回去，给大家道个歉。别墅的事，我们可以再商量。我靠在宽大的老板椅上，眼皮都懒得抬一下。通知已经生效，公司的决定不是玩笑。另外，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20多个人聚众闲聊，按照公司规定，这个月的奖金要全部扣除。人群中顿时一阵骚动，一个平时很受我器重的女策划红着眼睛站了出来。副总，我昨晚加班到半夜，今天早上回去，门都进不去了，我的东西都在宿舍里，你怎么能这么绝情？我抬起头，冷冷地扫了他一眼。你们在群里逼宫，要求换别墅的时候，想过那8万块1个月的宿舍有多难得吗？你们拿着跳槽来威胁我的时候，跟我讲过情分吗？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倒有脸来跟我谈绝情了。那个女策划脸色瞬间变得难看，却一句反驳都说不出来。秦守见谈判破裂，直接指着我的鼻子开始怒骂。行，父亲，算你狠，我们现在就集体辞职，我倒要看看你那个新游戏还怎么上线。雷霆科技的李总还等着我们呢，不仅薪资翻倍，还有每人20万的签字费。说完，他直接拿出一沓辞职信扔在我桌子上，大部分人立刻响应，纷纷上前，在辞职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只有少数几个人站在原地，脸上满是不知所措的茫然，其中就有技术部的程序员林宇，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无助。我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然后伸手拿起签好字的辞职信，给人事打了一通电话。带辞职的人去办手续 ，N+1的补偿金1分都不会少。另外，启动所有离职人员的竞业协议，2年内他们不得入职任何与本公司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企业，不得从事游戏行业的任何相关工作，赔偿我来出。我的话音刚落，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但紧接着秦守就直接嘲讽地笑了出来。竞业协议，父亲，你疯了吧？20多个人，每个人2年的工资，加起来几百万的赔偿金，你公司账上还有钱吗？我没有理会他的叫嚣，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秦守他们离开后，公司瞬间空了一半。当天下午，雷霆科技的官方号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篇推文，欢迎起点科技核心团队精英加盟，人才就该配得上最好的待遇。配图是雷霆科技的李总和秦守他们的大合影，秦守更是直接发帖晒出了20万的转账截图。告别压榨，开启新人生，有些人注定只能成为我成功路上的垫脚石。我知道他在影射我，但我懒得去管。但我没想到第二天，网上就出现了各种关于我的黑稿。揭秘起点科技 CEO 父亲伪善的暴君，因员工要求恒温泳池而将其全部开除。从乌托邦到集中营，起点科技的不利神话是如何破灭的？我被塑造成了一个喜怒无常、压榨员工的黑心商人，而秦守他们则成了追求自由的勇士。这些文章被大量转发，评论区里一片骂声：这种老板活该倒闭！给员工租8万的宿舍还不知足，这届员工真是被惯坏了。楼上的，你没看懂吗？重点不是宿舍，
是老板的态度。舆论被完全带偏了节奏，我的手机不断收到辱骂的私信和电话。正在洽谈的投资人也委婉地表示需要重新评估合作事宜。公司的股价应声暴跌，短短一天，市值蒸发了近30%。我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愣愣地看着窗外。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却被敲响了。林宇端着一杯咖啡进来，放在了我的桌子上。副总，服务器还有我盯着，不会出问题。那个，我刚看吃了么上有家猪脚饭评价不错，要不我给您点1份吧。我看着眼前这个有些笨拙但眼神无比真诚的年轻人，突然振作了起来。我对他点了点头，挥手让他先出去。随后我直接拨通了律师的电话。竞业协议的第1笔赔偿金准备一下，明天就打到他们的账户上。副总，公司现在的情况并不好，而且这笔钱不是小数目。按我说的做，同时发律师函告那些造谣的自媒体，告到他们倾家荡产，公开道歉。挂断电话后，我直接打开电脑，开始编写新的招聘启事。寻找陪我东山再起的兄弟，包吃包住，住城中村握手楼，敢不敢来？我的招聘启事在整个招聘市场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嘲笑我异想天开，有人讽刺我故弄玄虚，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篇招聘启事竟然火了。它吸引了一大批和我一样有冲劲、有野心却不被看好的年轻人投递简历。我带着林宇没日没夜的筛选、面试，短短1周，我就重新组建起了一支20多人的新团队。招到后，住宿的问题随之而来。公司账上的钱，在支付了第1笔竞业协议金和各种违约金后，已经所剩无几。我不可能再为新员工提供豪华的公寓，唯一的选择就是公司附近的城中村。我带着林宇去实地考察，但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差。我们找了好几栋楼，看了几十间房，房东们却都面露难色，不太愿意长租给我们。一个看起来比较老实的房东王叔把我拉到了一边。傅老板，不瞒你说，我们这儿的房子最近不好租啊。那些在附近写字楼上班的小白领都嫌我们这儿环境差，宁愿多花点钱去住公寓。看着空了一大半的房子，我们都快愁死了。正说着，王叔的手机响了。喂，帅哥啊，看中哪套了？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王叔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还要再降100？你当这是菜市场买白菜啊？爱租不租，上个月才从豪华公寓搬出来，还真当自己是少爷了。王叔气冲冲地挂了电话，然而我听到最后一句话，却突然心中一动。王叔，刚才给您打电话的是不是之前在起点科技上班的？王叔一愣，随即点了点头。最近好多你们公司以前的员工来我这儿租房，一个个挑3拣4的，还拼了命的砍价。听到这句话，我瞬间就明白了，禽手他们跳槽时，雷霆科技的李总承诺的别墅根本就没有兑现。所谓的签字费，估计也是分期发放的项目奖金。他们住惯了每月8万的豪华公寓，现在突然被打回原形，但他们的心理预期还停留在过去。一个巨大的信息差和商机就这样摆在了我面前。我看着眼前的王叔，对着他笑了。王叔，把这附近所有房东的联系方式都推给我，我有个能让大家租金翻倍，还再也不愁租客的生意，想跟你们谈谈。我有个能让大家租金翻倍，还再也不愁租客的生意，想跟你们谈谈。王叔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还是掏出了手机。当晚，我建了一个名为房东联合会的群，把王叔推给我的几10个房东全都拉了进来。各位房东，晚上好，想不想把你们手里的房子统一装修，价格翻倍，还永远不愁租客？我是起点科技的 CEO 父亲，我能帮你们实现这个目标。群里沉默了片刻，然后瞬间炸开。统一装修，你出钱啊？我看你就是个骗子。价格翻倍，你当我们是傻子吗？现在降价都租不出去。我没有急着辩解，而是直接甩出了一份城中村物业托管升级方案的文件。我的方案很简单，由我来成立一家物业管理公司，统一出资，将他们手中的房源进行标准化的宜家风简装。我抽取房租的10%作为管理费和前期的装修投入成本。最后，我对他们承诺，我的公司会不断招聘新的员工，这些员工都会入住改造后的房子，保证入住率能维持在95%以上。房东们都是精明的生意人，但让他们拿出自己的房子来赌，他们还是有些犹豫。就在这时，王叔在群里发言了：傅老板是做大事的人，我相信他。我那栋楼现在空着15间，我愿意拿出来跟傅老板合作。我立刻抓住机会，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给王叔的账户转了50万过去。王叔，这是第1批装修启动资金，我们立刻签电子合同。看见我真的转账了，群里顿时沸腾起来。副总大气，算我一个，我那栋楼也有18间。副总，合同怎么签？我现在就签约。短短1个晚上，我就整合了这片城中村80%的闲置房源。很快，我直接让林宇联系了装修队前来装修，墙面统一刷成白色，铺上木纹地板，再配上从2手市场淘来的品牌家电，原本阴暗潮湿的出租屋迅速脱胎换骨。我将所有改造后的房源信息整合到了一个我让林宇临时开发的小程序起点公寓上，起步的单间价格从原来的1500元直接飙升到了2200元。林宇看着后台不断上涨的签约数字，脸上满是担忧。副总，我们定价这么高，真的会有人租吗？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会有的。而且我们以前的那些精英们会哭着喊着来求我们租给他们，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连曾经最看不起的城中村都住不起了。我把公司原来的办公楼出售了，取消了所有福利，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项目奖金上。新员工们像打了鸡血一样，
干劲十足，整个游戏的开发进度远超我的预期。与此同时，林宇也通过潜伏在老同事群里的小号给我提供秦守他们的消息。副总果然跟你想的一样，李总承诺的20万和翻倍薪资都是有条件的。李总要求他们在1个月内拿出一款能跟我们现在的游戏抗衡的竞品。我冷笑一声，公司现在正在研发的这款代号重启，可是花了2年才完成。秦守他们可能会直接照抄，你注意保护好底层的技术架构，别让他们把核心抄走。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秦守他们为了尽快拿到钱，直接选择了全盘照抄，但没有了最核心的技术架构，他们的新游戏漏洞百出。李总当场大发雷霆，宣布项目解散，直接把他们全裁了，奖金更是1分没发。秦守新建的起点难友交流群里，每天都充满了怨声载道。搞什么鬼？这破地方的房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贵了？一个破单间，连个独立卫生间都没有，居然敢要我2200，他们怎么不去抢？我问了好几家中介，都说最近城中村的房子被一个叫起点公寓的品牌给垄断了，价格都是他们统一定价的。秦守看着群里此起彼伏的抱怨，烦躁地抓了抓头发。他住的酒店明天就要到期了，再找不到房子，他就要流落街头了。但看着小程序上2200元的定价，他又觉得太贵了。几经辗转后，他又拨通了王叔的电话。喂，是王叔吧？我是小钱啊，之前看过您房子的，您的房子能不能便宜点租给我？1800一个月怎么样？不好意思啊，帅哥，我的房子现在已经全部委托给起点公寓统一管理了。你要租的话，得通过他们的小程序下单才行。您自己租多好，干嘛要让平台抽成呢？您把房子直接租给我，我给您2000元。以前我自己租，1个月能空半个月，还得天天给租客维修。现在人家副总统一管理，我每个月躺在家里就有钱自动打到账上，我又不傻，干嘛还要自己出租？说完，王叔就挂断了电话。秦守看着手机，整个人瞬间愣住了，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直接在奈友群里疯狂控诉我。是父亲在背后搞我们，他把城中村的房子全都垄断了。群里一片死寂，谁都没有说话。秦守终于意识到，现在起点公寓是他唯一的选择。起点公寓的运营很快就走上了正轨，每个月都能为我提供一笔稳定可观的现金流。这笔钱又被我投入到新游戏的研发和推广中。这天下午，我开着新买的车去城中村视察公寓的运营情况。王叔带着一群房东，早早的就在村口等着我。副总，托您的福，我上个月的分红都快赶上以前半年的租金了，您真是我们的财神爷啊！他们前呼后拥的围着我，我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我转头看去，就看见了秦守和一个大妈。这个月的公摊电费凭什么我出大头？我白天都不在家，能用多少电？你天天在屋里打游戏，电脑24小时不关机，还好意思说不用电？我看着因为几十块的电费吵得面红耳赤的秦主，直接走了过去。这不是秦主管吗？在这里住的还习惯吗？虽然泳池不是很温的，但看起来邻里关系还是蛮火热的。秦守看见我，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父亲，用不着你在这冷嘲热讽的。我从口袋里掏出200块钱，递到了秦守面前。公摊电费而已，没必要吵架，伤了邻里和气。这200块，就算我这个二房东请你的。秦守没有接，任由那200块钱落在了地上。我冷笑一声，转身就离开了。秦守在我走后，还是把钱捡了起来。这件事后没几个月，代号重启就完成了最后的测试，正式上线。游戏上线当天，服务器就被热情的玩家挤爆了3次。林宇带领着他的技术团队，不眠不休地奋战了3天3夜，终于稳住了局势。游戏的口碑在各大玩家社区和社交媒体上呈现出爆炸式的传播，玩家们自发地为我们安利。游戏上线1周，流水就破亿了。3个月后，更是直接突破了10亿大关。当初那些急着和我们解约的渠道商，肠子都悔青了。排着队上门求合作，我在全城最顶级的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宴会上，给所有参与项目的新员工发放了他们应得的巨额奖金。在所有人的欢呼和掌声中，我拿起了2号。我宣布，公司将正式启动新的总部大楼建设计划。新总部将包含5星级标准的员工公寓、恒温泳池、米其林餐厅以及最顶尖的健身设施，而这一切只对我们起点科技的有功之臣开放。消息通过媒体的直播镜头传遍了整个行业，起点科技一夜之间成了所有游戏人才最向往的圣地。没过几天，王叔也和房东们为我举办了答谢宴，场面之盛大，堪比村里过年。我直接邀请了全市所有主流媒体一同参加。宴会进行到高潮，王叔拿出一面锦旗递给我。傅老板，你简直就是财神下凡了。我接过锦旗，对着他笑了笑。谢谢你们抬爱，但我不是什么财神，我只是一个商人。如果真要说感谢，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以前的那些员工。此话一出，参会的记者瞬间把摄像头对准了我。我把秦守他们之前做的事全都说了出来。这些事让我明白，与其把钱和善意浪费在白眼狼身上，不如投入到更有价值的地方，比如改善这里的居住环境，让更多为了梦想而奋斗的年轻人能有一个温暖安稳的家。比如改善这里的居住环境，让更多为了梦想而奋斗的年轻人能有一个温暖安稳的家。我的这番话通过各大媒体的直播镜头迅速传遍了全网，舆论也彻底反转。原来真相是这样，之前骂副总的脸疼不疼？这帮员工给他们住8万的宿舍还不知足，还想要别墅，现在好了吧？副总这波操作太帅了。但就在我演讲结束时，一群人却突然冲了进来，为首的正是秦守。
身后跟着的还是那些老员工。秦守冲到台前，直接跪在了我面前。副总，求求您看在我过去也为公司出过力的份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他身后的那些人也纷纷跪下，哭喊声此起彼伏。副总，我们知道错了，求您原谅我们吧。我们愿意不要工资，只要能回来上班就行。整个广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这戏剧性的一幕。我厌恶地看着秦守，直接往后退了几步。你们不是要去住别墅吗？怎么雷霆科技的别墅住不惯，想回来住我的城中村了？你们不是信誓旦旦的说没有你们，我的公司就要倒闭吗？不好意思，我的公司现在市值50亿，而你们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起了吧？我看着他们惨白的脸，直接嘲讽的笑了。你们每个月交上来的那2200块房租里，有220块是直接打到我的个人账户上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半年来你们一直在为我打工。闻言，秦守直接气得晕了过去。我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对着台下的保安挥了挥手，把这些影响市容的人都给我清出去，别打扰了我和各位房东吃饭的雅兴。把这些影响市容的人都给我清出去，别打扰了我和各位房东吃饭的雅兴。秦守下跪求饶的闹剧很快就通过网络直播传遍了全城，他们彻底无法在这个城市立足，只能变卖了所有家当，买了一张回老家的火车票。听说秦守的车票钱还是东拼西凑的借来的，而雷霆科技的李总也因为这一系列不讲信誉的骚操作，在业内名声扫地，公司股价暴跌，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困境。这场风波终于彻底平息了。我的新总部大楼很快就在我收购的地皮上建成了，那是一座集办公、娱乐、住宿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大厦，比当初秦守他们想去的那所别墅豪华了不知道多少倍。而林宇也已经成长起来，可以独当一面。大楼落成那天，我站在楼顶，把一份股权转让合同递给了林宇。这是公司5%的股份，林宇，相信你现在的能力，我需要一款新的游戏，这次你来拉团队。林宇没有犹豫，满脸自信地接过了合同。放心吧，副总，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拍了拍林宇的肩膀，让他先下去忙了。站在楼顶，看着脚下繁华的城市，我的心里没有复仇成功的喜悦，只有一种掌控一切的平静。这场闹剧让我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付贪得无厌的恶狼，胡萝卜是没用的，只有猎枪才行。但对付真正值得投资、值得信任的人，你也不能让他们寒心。我拿出手机给王叔发了一条消息：王叔，城中村剩下的那些空置房源，租金再降500吧。副总，现在行情这么好，不涨价就不错了。总要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年轻人留一条活路，但不是给白眼狼。这是我对自己过去天真的善意，最后的也是最体面的交代。